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个家乡人，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装逼为你飞起来！锁住他！中华虎杨建平出征美国拉斯维加斯，在上千万观众面前暴揍美国冠军。正是这一战，不仅让美国官方的颜面尽失，还直接让美国损失了30亿。而杨建平为何会下如此狠手呢？只因他的对手凯文·米歇尔太猖獗，赛前扬言1个回合就终结杨建平，甚至辱骂杨建平都是东亚病夫，他轻轻松松就能撂倒杨建平，狂，实在太狂了。杨建平中华虎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他来到美国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暴揍美国的格斗冠军，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搏击的水平。对于这场比赛，杨建平不仅信心十足，还要狠狠打美国选手一记观众的脸。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黑白短裤杨建平，黑色短裤米歇尔。大酒店给你转播究竟一个我去的拉斯维加斯第4季的一场 MMA 的比赛。现在作为上城骑士的这个就是来自大东乡东方荣誉俱乐部的杨建平，他曾经获得过世界自由搏击65公斤的冠军。而他的对手呢，是来自美国的凯文·米歇尔。凯文·米歇尔在今年的美国 MMA 比赛当中是获得了全胜。在赛前，我和这个杨建现在的杨建平还是将对手狠狠地按在身下。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杨建平就已经展现出了200%的实力，他整个上半身的分量都压在对手的身上。而美国选手双腿控制杨建平的腰部，不让他有砸拳的动作，还想影响杨建平的发挥。但杨建平不是好惹的，不断的想要尝试压制对手，并且在压制的过程中还有砸拳的动作，肘击拳法统统砸在对手的身上。对手的绝对力量没有杨建平强，现在整个人依旧十分被动。那一个手支撑地面的时候，不允许你的腿击打对方头部之后，所有的技术都可以采用，当然也不能进行插眼。说在这个 MMA 比赛里面，观众朋友们更多看到这种断头台的锁喉技术啊，包括手臂十字步的这种锁肩的技术啊，是吧？但是观众朋友们更愿意看的，现在躺在底下的呢是美国的凯文·米歇尔，他采用那种地面的防守，就是用。现在距离首回合结束的时间也没多少了，而两人还是这样的把位。杨建平在地面上的实力很凶狠。之前的很多比赛都是很快的进入地面，一旦进入地面，那对手的局势就绝对危险起来了。杨建平即便是被对手控制，也能想办法进行下一步的砸击动作，不会坐以待毙的。这一拳拳的砸在对手的身上，让对方很难受，但一时间根本找不到应对的办法。在地面上我采用这个蹬的这个技术，哇！杨建平也听到这个叫了，要锁对手，要锁对手。要赢得更大的精彩。毕竟杨建平是世界自由搏击冠军，他以前是和这个周志宏差不多，在这个湖南的拳击队训练，以后跳到了陕西散打队练散打。离开陕西散打队之后，又练习这个自由搏击，获得了。第二回合开始了，杨建平拿下了首回合的胜利。接下来的时间也肯定不会让对手占据优势的，一个扫踢将对手扫倒在地，随即就是地面压制，拳头毫不停歇，夸夸夸的砸在对手身上。这回合刚上来的时间，杨建平再次拿到了很明显的优势。面对这样气势如虹的杨建平，即便对手是美国的格斗冠军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不过现在两人太靠近围绳边了，不是很好的发挥实力。杨建平也在想，我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战术赢得强。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因为杨建平他技术太全面了，他的全面性还展现在他的拳法和自由搏击的这个力量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MMA 的这种技术。杨建平见缝插针地砸击对手的脑袋，但是这回合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美国选手还是没有办法反击杨建平。长时间的地面纠缠也让两人消耗不少的体能，尤其是下方的美国选手
不仅身体上被杨建平压制，在心态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毕竟这回合的时间也不多了，但他还是没有找到应对的办法，这一点让他很难受。更何况赛前他还撂下了狠话，结果现在在自家门口被压着打，心态上已经接近崩溃了。想锁对方，因为现在凯文尼希尔，现在我们看到刚凯文尼希尔是利用一个3点支撑的位置，因为你不能用膝击打我的头部。他很聪明，今天美国的凯文尼希尔采用的是地面的防守技术，一个进攻，一个防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展现的是淋漓尽致。第2局比赛时间到，最后回合的比赛开始，对手试探很积极，他想跟杨建平正面硬刚，不过动作上却显得畏畏缩缩的。杨建平的拳头可不是泥捏的，之前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美国选手心中也非常清楚，如果不能将杨建平终结的话，那他是一定会输掉比赛的。不过他也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在防守这方面做得很到位。杨建平在地面压制他整整2个回合都没将他给终结了，说明他的意志力也很强。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杨建平的这个地面技的主动进攻，还要欣赏到这种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只要杨建平这种继续发不下去的话，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希望杨建平采用的是一种地面的进攻技术能够获胜。我们说的三角锁也好，转盘也好，是吧？莫松锁，就利用一种地面的柔术的技术来让对方认输，那将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好看。比赛结束，最终2人还是打满了3个回合，但结果也很明显了，杨建平暴揍对手3回合的时间。而这场比赛之后，美国官方不服气，于是花重金请来了地下拳王，扬言要将杨建平打成植物人，让他出不了国。这个黑人地下拳王名叫鲁尔德斯。我们直接进入比赛。观众朋友们，现在您看的这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一场旗开生面的比赛。我是体育评论员郑伟杰，我为大家一起评论的是蒋威。那么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一场这个无限格斗 MMA 规则的比赛，也是我们武林风擂台上第一次这个 MMA 规则的比赛。对，我们场上的这个红方呢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自由搏击的冠军杨建平，他也是第一次。杨建平现在处在上方，但对手也是很机智，锁住了杨建平的腰部。现在杨建平最主要的还是挣脱对手的控制，在挣脱的过程中还有肘击砸拳的动作。现在对手还是很被动，杨建平在地面上的实力确实很凶狠，根本就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相信这场比赛杨建平同样不会让大家失望。现在场上的战况看上去还是很激烈的，主要是杨建平在攻击对手。倒地可以击打，对，但是在这种规则的这种判定的胜负呢，是致使一方运动员不能继续比赛，况且是主动的认输，要求。现在肯尼亚的这个伦纳德非常的被动，他现在想进行一种解脱，但是我们看到世界冠军杨建平非常的聪明，来自这个大东乡东方荣誉的杨建平非常很聪明，我欺负你，这背水者七成。但是看到对手终于拿到了上位的优势，但杨建平轻轻松松就能翻转局势，将对手再次压在地面上。比赛进行到这里，杨建平也不想给对手机会，想直接将对手给降服了。但对手毕竟是地下的拳王，实力也是很凶狠，他不会轻易认输。那杨建平就发挥全力，打到对手认输为止。获得 UFC 国际认证资格的场裁判，今天让我们观众也大开眼界了，哈哈。如果说这种 MMA 的比赛，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原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在美国，像 UFC 是一个龙斗，这个铁笼子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改为这个在围城的擂台上的比赛。哇，比赛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杨建平一拳拳凶狠的砸击，而对手只能抱头防守。对手现在的局势还是很被动，杨建平不会轻易放过他，大摆拳毫不客气地打在对手身上。杨建平绝不能让对手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现在伦纳多想解脱都很难很难。
这是利用一种锁进，锁对方的这个头脑，这个也是在给他们教育窒息技术，但是我们看到肯尼亚的这个伦纳德，他不服输，比赛结束，最终还是杨建平降服了对手，打得很精彩，很解气。中华府的名号绝不是虚的，大家觉得杨建平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